舞蹈是无声的诗歌，更是一门美的艺术。不过在今天的商业市场中，舞蹈大多时候都是作为主唱的陪衬，烘托一下舞台气氛，甚至像一些韩国偶像女团的舞蹈，完全只是为了聊骚和娱乐。而那种极具艺术内涵和传统文化的舞蹈，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。所以本期就给大家推荐一部1982年上映的舞剧电影《丝路花语》。这部舞剧被誉为活着的敦煌壁画，曾先后在国内外演出过1800多场，深受观众的好评。在上演前，最顶尖的敦煌研究专家带着主创团队7进莫高窟，在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里揣摩舞姿神态。由于当时还不通电，所以敦煌专家只能抬着手电筒一幅一幅地进行解说。另外，由于环境原因，当地的水是又咸又苦，所以主创人员只能去河里凿冰来煮，而且一日三餐特别简陋，早上吃的是萝卜炖白菜，晚上吃的是白菜炖萝卜。就在这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，主创团队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，终于发现了敦煌壁画中特有的 S 型运动规律，就是扭腰、出胯、勾脚、头颈分别是一个小 S 型，然后整体再构成一个协调美妙的大 S 型。为了把这一幅幅独立静止的壁画动起来，主创团队耗尽心血进行编舞，同时请来著名的沈从文和杨树云指导舞者的衣帽服饰和妆容，最后编织出了一套优雅唯美的敦煌舞。在这其中，最为著名的就是反弹琵琶舞和千手观音。后来央视春晚的千手观音和08年奥运会的舞蹈飞天都借鉴过这一部舞剧。但有的朋友对舞剧并不感冒，或者根本不懂舞蹈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在这部电影中感受到什么叫曼妙和唯美。故事讲述了在古老苍茫的丝绸之路上，一支徐徐前行的波斯商队忽然遭到了沙暴的袭击，顷刻间人们便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，就连头领伊努斯也被卷埋在了沙漠中。这时敦煌画工沈笔章带着女儿英娘恰好路过此地，于是将伊努斯救醒过来，并把装满清水的葫芦赠送给他，也走出沙漠。双方依依不舍的告别后，百戏班主窦虎带着手下忽然出现，他见英娘长了一副仙姿玉貌，便心生歹念，上前硬抢。对此无能为力的沈笔章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强行劫走。自此以后，英娘被逼迫着学习武艺，成为了戏班的赚钱工具。在无情的鞭子和鼓乐声中，她也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出色的舞蹈艺人。5年后，窦虎带着戏班在街边卖艺，英娘曼妙的舞姿虽然引来了众人的围观，但由于她举止眉宇间散发的愁苦影响了现场气氛，因此遭到了窦虎残忍的鞭打。于是英娘只好拼尽全力踮起一只脚尖，像蝴蝶般飞旋起来。这次她精彩绝伦的表演终于获得了窦虎和适龄大人的认可。当英娘向围观的人收取赏钱时，竟意外遇见了离散多年的老父亲，两人欢喜之余忍不住相拥而泣。而卑鄙无耻的窦虎居然拿出伪造的卖身契，对父女两人的团聚是百般阻挠。就在这时，善良的伊努斯刚好路过此地，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，他用数盘玉石珍宝赎回了英娘。自此父女两人在敦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有段时间在莫高窟中绘制壁画的沈笔章没有创作灵感，迟迟无法落笔。英娘为了替父亲消乏解闷，便抱起琵琶在佛窟中翩翩起舞。
之后，沈笔章根据阴阳的舞姿画出了传世珍品反弹琵琶祭月天。前来探望的伊努斯看了后是赞不绝口。然而话墨未干，横祸又起。那时令大人垂涎阴阳的美色依旧，于是就打着朝廷的名义要把他招去当歌奴。沈笔章万般无奈下，只能暗中把阴阳托付给老友伊努斯，让其随着商队逃往了波斯。而阴险的时令大人因奸计未能得逞，便将沈笔章囚禁在莫高窟中，罚他带着镣铐作画。比起囹圄之苦，沈笔章更难受的是和女儿的离散之痛。在日夜的思念中，他一头青丝也渐渐熬成了白发。某个深夜，望穿秋水的沈笔章幻视到了佛国净土。只见浮云中的莲台上，圣洁的仙子们轻轻挥动着柔韧的手臂，优雅的舞姿在起落聚散间瞬息万变，时而犹如莲花的绽放千姿百态，时而又像圣贤的沉思端庄静谧。随着悠扬的音乐，沈笔章在连通的帮助下，终于能和女儿相见。在这欢聚重逢的时刻，仙子们怀抱着箜篌、琵琶等各色乐器婆娑起舞。这正是飘然转旋回雪清，燕人赠送游龙巾。小垂守候柳无力，斜叶群石云雨生。然而这短暂的相聚只是镜花水月，大梦一场。不久以后，来敦煌拜佛的河西节度使对反弹琵琶祭月天是称赞不已。沈笔章于是趁着这个机会申诉冤屈。得知真情的节度使当场打开了沈笔章的镣铐，还赏赐了一支画笔给他。3年后，唐朝要举行盛大的27国交易会，伊努斯作为波斯的通商使节，准备率领着商队前往参加。英娘呢也得以跟着返回故乡。临行前，波斯国的臣民们摆下盛宴，纷纷前来为英娘送行，而侍女们也抬着祝福的美酒缓缓走来。随着曼妙的音乐，他们荡起了温馨婉柔的身姿，那纤细的罗裙从风飘舞，好似一首美妙的诗歌。之后，伊努斯带着英娘前往了大唐。时令大人听闻消息后，和窦虎密谋在中途劫掠商队的财物。沈笔章为了给伊努斯通风报信，不幸被窦虎的暗箭射中，倒在了沙丘上。当伊努斯来到古城时，窦虎带着一干人瞬间冲杀出来，将伊努斯的珠宝财物洗劫一空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苏醒过来的沈笔章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点燃了烽火台。窦虎眼见恶行已惊动四方，于是只能仓皇撤离。此时的沈笔章已是奄奄一息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日夜期盼的重逢换来的竟然是生死离别。英娘悲痛之余接过了案件，发誓一定要为父报仇，将这些奸官恶贼彻底铲除掉。在盛大豪华的27国交易会上，士令和窦虎把抢来的珠宝献给了河西节度使，想以此得到升赏。这时化妆成老人的伊努斯走上前来，请求向河西节度使献艺。
歌厅舞毕后，英娘轻轻扯下面纱，向节度使呈上案件，接着诉说了伊努斯商队被劫父亲遇害的经过。河西节度使对此勃然大怒，当场派人将士领和斗虎一起拿下，按罪论处。这是在万邦通好的丝绸之路上，缥缈飞舞的仙女们撒下了吉祥的花语。这正是素手把芙蓉虚步孽太空，霓裳夜广带，漂浮升天行。这部舞剧《丝路花语》如今已是举世公认的经典。它全程没有句对白，只靠曼妙的舞姿来表达故事含义，每一个动作都是美得恰到好处，极富中国的传统韵味和诗意，有一种行医止而神犹在的美妙感觉。所以很多人都称赞这部舞剧是此舞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看。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汉唐舞、宫廷舞、祭祀舞到今天几乎已经失传。虽像丝路花语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，然后结合现在的各种舞蹈博采众长，去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敦煌舞、中国舞。这部舞剧不只是复活了沉睡千年的敦煌，同时也开启了一条传播中国文化的路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，来重新发展和普及我们自己的艺术美学，增加文化自信。今天有人说舞蹈市场不火的原因是观众的审美水平不高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像丝路花语或者杨丽萍的孔雀舞、张艺谋的印象系列、金星的上海探戈，这些舞蹈都是很受观众欢迎的。因为对于美的东西、好的东西，大家都是有共鸣的，是能感受得到的。所以我们缺的只是更多有魅力的艺术作品，缺的只是像丝路花语这样10年磨一剑的创新，缺的是脚踏实地的匠心。